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的是，现在大家担心的是，接下来会不会因为这个川普火大不爽了，所以呢，中美的关税大战又要一触即发了。金融时报就引用了美国联邦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据啊，说到8月为止的这6个月之内，像是音响设备的价格上涨14%啊，服装上涨8%，另外硬体跟附属设备涨了5%。那这些产品呢，大部分都是依赖进口的。而全美零售联盟首席经济学者也表示说呢，过去2年来，商业产品通膨率一直都维持在0的上下，但现在开始看到产品通膨升高的趋势。还有一位专家是花旗首席全球经济学者哈，他估计他说呢，美国消费者大约因为这个关税来来回回这个只负担了这个关税30%到40%。那另外的2/3呢，是由企业来负担，但是未来几个月恐怕消费者的承担比率要提高到60%了。好，现在这个又来了哈，所以我想说，什么关税大战又要打了哈？因为2.0这个川普2.0以来呢，你可以发现其实呢来来回回，先前的喊话竟然喊到了都超过100%，那现在又来了哈，这个100%又回来了。所以呢，我要问倩姐的是说，如果真的川普就是执意这么做，当然现在我们也知道，他就刚刚讲说变来变去，可能雷声大雨点小。但是万一他真的执意这么做，真的加征了100%，还是不算原先的，那接下来对美国经济的冲击怎么评估？对，因为他如果加征100%，接着要看的是说他会不会再放上一个 hiatus， 就是我们暂停3个月啊、6个月啊，因为别忘了在4月就是要让。从复活节到圣诞节的那个礼物季节，还有 back to school 就是学生开学季节的产品能够有，所以他就把时间一直拖到了10月。那现在马上就要到10月，所以你看10月14号要征港口税，明年2月还有情人节。对，那个不是一个最大的礼物季节啊，就是美国人买东西最重要的还是 back to school 跟最后的那个感恩节到圣诞节。那10月14号为什么这是要征港口税，也是这同样的一个逻辑。那我记得我们一开头看到它关税的时候呢，很多的人都在预期它一个很快的通膨影响，到现在为止并没有那么影响清楚。那可是到现在为止，数字已经出来，就是说，当他一开头做这个关税的时候，虽然他告诉大家说，我们已经收了这么多，要来补贴大豆农啊，但是他所补贴的东西呢，最初是由进口商跟出口商。因为最初的产品，他们就会在既有合约上面做一些小的调整。在途的货品，就是还没有到美国的港口的，他们那时候做了很多的调整，也就从原来的计税的标准或者是原来的报价标准中间，重新去谈一下你让多少，我让多少。那么最终的一小部分呢，才从渠道转交给消费者。当时的计算，我记得最初的计算呢是不到30%，甚至有时候算说只有10%到30%是转嫁给消费者的，因为所有的渠道跟进出口商都知道，说我一下的这么大的这些提升，光消费者会无法买单，那我反而会有存货的问题。对，你会缩手。对，不敢买。现在所有的人，从大概3个月以前，包含了投资银行，像高盛啊这些，他们都说好。现在进口商跟出口商都知道说，我们现在这做法已经不行了，甚至他们有些时候不是已经直接在他的这个收据上面就写说这是特殊的加征的钱吗？那美国政府因为很生气，他们就换了一个方式，换一个包装，改了一个名字，但是明白的告诉人家说，这不是我们买卖人要卖给你的，而是政府所加征的这个税的影响。那么现在大致上的人算都是68%到70%会直接转嫁到消费者手上，将近70%，这消费者怎么受得了呢？所以它的那个所有的东西就会变贵了。它的通货膨胀的效果呢，也会很快的提出来。可是它现在的期望可能是用二手车价钱啊，或者是石油，因为在那个 gas pump 并没有那么贵，除了少数几个州，像华盛顿州非常的贵。可是如果你到了纽约、纽泽西，它还是跟以前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差没有很多啊。那所以说他们会期待说有一些东西可以平衡那个整个通膨物价指数的计算，但是你没有办法去 offset 这么庞大的增长，就是说68%到70%是要由消费者负担，也就是说直接转嫁给消费者这件事，这是第一。我觉得第二呢，是还是会有很多的消费者，他会想尽办法
用其他的方式来获得他想要的货品所以说，无论是美国如何的去攻击像SHEIN啊、Temu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的这些跨境电商，他们到最后呢，还是会成为美国消费者他所购买行为的一个部分。可是这个东西一旦转了，那么传统的渠道就会受到非常重大的伤害。对，所以传统的渠道，如果说在今年的4、5月还有能力去承担一部分，就是说我不涨价，我就吸收，我把我的利润降低，那个传统渠道去吸收这些关税效果的能力也会降低。对，所以就真的只能转嫁给消费者了。我们讲传统渠道因为大家都逛过这个好事多这个传统渠道就是很爱买的这些消费者呢，一定会发现，万一有一天这个60%到70%的关税成本都让你负担，你受得了吗？好事多的全球执行长他就表示说，为了要减少这个关税带来的冲击所以现在他们的卖场都已经减少摆放许多的进口商品，比如说像是玩具啦、装饰品啦，那闲置出来空间怎么办呢？改放什么？改放3温暖跟后院凉棚这些高价的产品我先问 Russ 你会买吗？还好我没有在美国了。你在台湾也会逛 Costco 但是有替代品是有，因为贸易战是川普1.0就开始，2018就开始，对不对？所以供应链已经有7年时间做调整，很多制造有回到美国国内来做，但是问题来了，第一，价格可能会更高；第二，选择会没有以前那么多，因为以前好事多可以进口几个不同品牌，那消费者可以选。那或许以后你去在美国去好事多的时候，只有一个品牌，那价格会更贵。你说好事多的自有品牌是？或者如果是其他的品牌的话，是美国国内品牌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从中国。以前很多人认为越南、印度等等国家可以取代在中国制造，对不对？但是现在关税都提高了，对不对？所以只有美国国内品牌或者好事多自己的品牌，所以选择很有可能是没有以前那么多。所以如果你是美国民众的话，你会选择用美国本土的品牌？如果你去按照执行长的说法，你没有选择你去好事多只有美国品牌，对不对？对，因为3温暖不是常常用嘛，后院凉棚也不是天天晒嘛，对不对？所以那我问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就连服务业都可能会要面临到通膨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因为这个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他就担心一件事情，他说连服务业通膨都可能会上升，所以这代表的是一个连锁的冲击，可能会产生了吗？应该会有了，但是川普不会说是他因为他的政策而产生，他会责怪什么理由？他会责怪民主党及国会议员，还有会责怪中国。他当然不会说是我自己错，对不对？他会责怪别人。好，但是不管如何，中美现在很担心的就是说，万一走到了这种又是回到了这个胆小鬼的游戏就是你敢这么做的话，我也敢这么做，那看最后谁就是决定要撞在一起。美国贸易代表署他们最近也根据一份海事301的调查报告，因此启动了第一阶段，刚好特别提到港口费征收的措施因为依据规定呢，这个停靠在美国港口的外国船舶会分成3类来征收港口费。比如说，中国大陆建造、中国企业经营，每进吨位要收费$50，那未来3年每年还要调涨$30。另外一类呢是中国建造非中国企业经营这个就不同了，就每进吨位呢收费$18，但未来3年呢每年调涨$5。还有第3类呢，就是如果由中国大陆航运企业经营同样规模跟来源的船舶，每次航行呢要缴高达$420万的港口费我觉得川普政府大概是想怎么样能够捞到钱就往哪里去找这样找钱的方式。所以聂老师，船运的这个运费通常都是国际贸易我们在学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调高了港口费，会不会因此而逼得使得中国大陆对美的贸易额再度的往下调？因为现在已经不高了。
答案当然是 yes， 肯定的嘛。对啊，我先讲一下，你刚刚讲对了一个川普是什么人？他就是狂妄自信的一个重利的商人嘛。他就是一个商人，那还有什么好讲？他写过《交易的艺术》，在1987年，里面就告诉大家，就是 attack 再 attack， 反正不管怎么吓人家就对了。台积电1000亿怎么过去的？100%嘛，不是吗？在我们那个4月2号之前不就讲100%才过去嘛？魏哲家在白宫跟他的董事开了会，遥控就1000亿了，对不对？后来他又想要说，后来不是又喊出一个100%吗？其他的什么20%、15%都不是重点，他今天是随便喊价的，他的价钱的高低都不是重点，就是告诉你我要你怎么做，你就听我的，否则我跟你讲，我拳头很大，我可以打你。好，那不管怎么说，他的确都是用金钱考量。那我的意思说，他们的中美贸易当然还是会下降。我先讲一下哈，我们刚刚讲到的稀土晶片是可能终极战争，是科技。可是 bottom line 就是经济民生还是很重要。对，你自己看哈，美国打了非常多的关税战也好，或者里面他当时的贸易赤字3000多亿啊，在1.0版的时候，后来当中国有示威一些，然后变成赤字是2000多亿。但不管怎么说，美国还继续打他，打到你今天都没有赤字的时候，是你怎么打？不管怎么说，现在中国还是买家嘛，还是卖家，美国还是买家。全世界大部分这个都知道，美国就是大买家，他才能丢关税，他不是买家丢关税，这个吓谁啊？对不对哈？但重点来了，中国也有招式啊！你每次打我关税或打这个，中国就可以做很多啊。现在中国做了一个招，不是在前几阵子做的吗？你大豆你生产全世界31%，我就是为了要跟你友好，这个减少你的赤字，所以向你买，你卖的又比人家巴西贵，我干嘛向你买？因为这我们的互相的这个 reciprocal 嘛，互惠嘛。结果你的互惠跟我互惠不一样，所以我干脆去向巴西买嘛，人家生产38%又比你便宜，而且呢我还可以拉近关系，而且南美洲还有一个国家阿根廷有13%，加起来51%，我就向他们买，就不像你买5个月没有进一颗大豆，你说美国怎么办？所以他的红州哦，这种农民州都是要选川普人，不是就慌了吗？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奇怪，就上层就打科技战，下层打经济战，这打到最后呢，当然你说贸易当然就是两边，我们刚刚讲孤立主义，这个4月5号不是川普在经济学人被有一个画刊说他自己在割一个地图嘛，割这个美国嘛，割到最后他自己孤立不就掉下去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贸易真的会下降。不过我觉得商品还冲击是什么？您觉得？我先讲一下，商品有很多，你说冲击到什么商品吗？是商品贸易额整个下降之后，对美国整体经济。好，那我这样讲，所有的商品有分类的，这有所谓我们学经济学所谓的整个产品的价格弹性嘛。你今天讲说需求产品的价格弹性是，如果它低的话，我跟你讲，买家他一定要自己买单啊。那供给的价格弹性如果高的话，买家也要买单啊。因为我跟你讲，你如果价格弹性高在卖的，我就不生产，你不是吓到了，你就是需要。那你需要的这个弹性很低，你价格再变化，我还是要，我变化不大，我不是需要吗？这种商品它一定要进，这时候它一定会贵。但有些如果它有刚刚讲到一个替代品或诸如此类的，它可能就会比较不需要。那这时候当中国可能就要说要另外找到其他的地方去销售，就像美国现在的大豆可能要找别的地方，比如找台湾诸如此类，以后我们就吃基改大豆等等的就好啦。就这个大豆也会便宜啊，就像豆浆也会便宜，反正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贸易一定会下降。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商品，真是要看这个所有的商品不一样，它就是民生你的这个需求弹性的高低，然后来决定是买家买单，还是如果是这个供给的这个价弹性低的话，那是要卖家买单哦，就是它可能就是必须这个卖家来卖，那这个企业的获利，像不管是输出国就会受伤了。所以其实可以看到，是中国大陆现在所推出的战略哈，透过不买跟不卖哈，不买大豆，不卖稀土，用这种方式呢，逼的这个美国必须要想办法来做一些因应。那也看到一些分析啊，就是在 APEC 之前啊，因为元首会之前呢，毕竟双方都必须要去堆叠他们能够去谈判的筹码。但接下来会不会像刚刚所说的，川普现在又改说，也不排除还是会继续的川习会，我们就等着瞧。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